江帆，全国数学大赛还有半小时就要结束了，快！汪老师，我爷爷他今天又咳血了，我家里已经没钱买药了，我只能去山里采药。这数学大赛我可能就……汪老师，你已经帮我们家够多了，这钱我拿着。这次数学大赛的第1名是有奖金的，你拿了奖金就可以带着你爷爷去城里看病了。这次大赛题目既是解三体运动，还有6个小时，我们绝不能放弃。王院士，全国那么多顶尖数学专家都没做到，你还指望那帮学生可以做到吗？再等等结果吧，一定可以的。你设计出了新算法。这个赵天赐是赵文渊的儿子吧？看这个结果，他用的还是他爸的那个算法。毕竟现在全球最好的混沌算法是他爸设计的，他吃透了这个算法，也只是把成功率提高到87.4%。周督军，时间不多了，是不是？江帆，快把他的试卷给我调出来！是。爸，天赐啊，这次数学大赛可不简单呐！我听到的消息，这第1名可是能拿到国士勋章的。爸，既然是用混沌算法来解三体问题，那这第1名岂不是手到擒来？毕竟在这个领域，有谁能超过我们？哎，什么？老山村初中江帆成绩达到了97%。江帆，第1名，97%。爷爷，我拿第1名了，我们有钱去城里治病了。好啊，好啊！这次数学大赛第1名竟然是个初中生，黄山村，那可是出了名的贫困村，从那种穷山沟里出来的学生，怎么可能拿到第1名啊？切，天才的思路啊！他的这个结果肯定是运用了一种全新的混沌算法，空间站有救了！空间站有救了！太好了！王院士，他就是一个初中生啊，他算出来的结果能行？周督军，在数学这门学科里，天才和普通人的思维有着天壤之别。著名的数学家高斯、欧拉，还有我国的话痨，哪一位不是年少成名？周督军，准备直升机，我要亲自去接这个天才，请他到咱们指挥所解决空间站的问题。好。黄山村初中，那不是汪景润支教的村子吗？汪景润，那个被你开除的废物，都滚回农村了，还想搞事情？这个江帆，该不会就是汪景润的学生吧？那他的成绩一定有问题。黄记者，我要向你爆料，数学大赛第1名的江帆成绩作弊。这简直就是哗众取宠！一个初中生，连基本的数学知识都没有学全，就拿到了第1。这次大赛的题目是要用到混沌算法的，这样的结果是对大赛公正性的挑衅，也是对全球研究混沌算法学者的莫大讽刺。你看，混沌算法领域的领先人物赵教授都发视频质疑了这个江帆的成绩，肯定有问题。他凭什么在这歪曲事实、肆意污蔑我？因为傲慢与偏见，早在几年前，他们就是这样。老师，这个混沌算法明明是我的研究成果，可是为什么这篇论文的作者署名没有我？你胡扯！分明是你剽窃我爸的研究成果，还敢说是你做的？王景润，你在国际算法大赛上作了弊，而且公然剽取了学术成果。王景润，你被退学了，我没你这样的弟子。你们无耻！
他们害怕别人冲破他们筑下的墙。江凡，别担心，真金不怕火炼。江帆，有人找。江凡，网上有人质疑你大赛成绩造假，你真的作弊了吗？我没有作弊，这个结果是我实打实算的。根据赵院士所说，你只是一个初中生，而且17岁才上初3，而混沌算法的专业素材全部都在国外，你是怎么了解这些知识的？拿着。谢谢王老师，因为我有一个好老师。同志啊，江帆打小就痴迷数学，只是家里没有条件供他读书，是汪老师一直都在帮助他。小帆能有今天的成绩，多亏了汪老师啊！可是据知情人所报，你的答案就是你的老师帮你做的。这次大赛就是你们师生使用赵文渊教授的算法，利用这次漏洞才取得第1名。对此说法，你作何解释？汪老师是我启蒙老师，我很感谢他，但这一次是我自己设计的算法。你怎么证明？我能证明。我是大夏数学研究院的韦院士，经过我们的评估，江帆用的答案确实用了一种全新的算法。这次数学大赛连院士都惊动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快看，这个文章有个天文爱好者说道，这次举办数学大赛是因为空间站出了大事儿。我压根儿就不在乎这次数学大赛的排名，毕竟在混沌算法这一领域，我和我爸的研究成果大家都有目共睹。但是我听说这次大赛的结果是要应用在空间站救援上面，事关大夏国运，我不得不站出来说几句。一个初中生能设计出新算法，本身就极其离谱，更何况成功率还高达97%。以我对混沌算法的研究，这个结果必定有问题。我们真的要将大夏国运赌在一群上尊天子身上？我强烈要求取消他的成绩，彻查此事。你们真的会取消我成绩吗？这个赵天赐瞎带什么节奏？江帆，别去理这些，毕竟这次大赛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。韦院士，这次大赛的结果对我来说也同样重要，有这个名次，我才能够拿到奖金，带我爷爷去城里看病。但是这些人仅凭一张嘴就说我造假，他们凭什么取消我成绩？清者自清，等你跟我回去解决了空间站的问题，一切质疑都会不攻自破。韦院士，感谢你对我的信任，但是这些人的质疑会影响到我的老师，还有我的亲人。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和他再比一场。各位观众，空间站指挥所已经实时同步数据到演播厅，由江帆和赵天赐分别进行计算。赵教授，您作为全球顶尖的混沌算法领域权威专家，请问您对江帆的新算法有何看法吗？什么新算法？那不过就是凑巧算出了97%的结果罢了。混沌，它意味着不可预知。一个成熟的混沌算法，那是要经历过无数次反复的验证。数学是万物本源，不可预知，只是你看不到那些数字罢了。你这个毛头小子读过几年书，竟敢说数字是万物本源这句话？江帆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，空间站这么重要的大事儿，也是他个穷小子能解决的。就是，江帆说的没错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也只是冰山一角而已。而在天才的眼里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数字构成的。我承认有这样的天才存在，但是绝对不是这个连书都没读几年的农村穷小子。要设计一个成熟的混沌算法，那是要精通数学的5大基础领域。赵教授说的没错啊，江帆太年轻了，这个年纪即便是天才，也来不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会普通人要花一辈子去学的知识。自古英雄出少年，我们就静观结果吧。这个废物连电脑操作都不熟练，慢吞吞的在这打字，你看，哎呀，出洋相了是。快点，再快点把它计算出来。报告，空间站因为撞击和陨石引力场的作用，出现了气体和燃料的泄漏，质量在降低。
又多出一个参数，这江凡还能再算出超出90%的结果吗？不好了，指挥站传来最新消息，空间站出现气体泄漏，救援时间进一步压缩，请二位尽快完成计算。我已经完成计算。赵天赐已经完成了计算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模拟演算的结果。89.99%，赵天赐的成功率竟然大幅度提升。好，这个就是混沌的特殊性，每一个细微的变化，混沌算法都会计算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结果。这个成功率值得一试。不行，空间站上还有3个宇航员在上面，那都是生命，多1%的成功率就多一份生机。面对空间站现在复杂的情况，我优化后的算法依然是登峰造极。我坚信，没有任何算法可以超过我这个成绩。再等等，等江帆的结果。好，江帆也完成了计算，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他的模拟演算结果。这怎么会这样？这不算输了吗？江爷，什么新算法？这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。一介山野村夫，跑到这儿滥竽充数，就这个成绩也好意思跟我同台 PK？江凡，你之前的比赛成绩肯定是假的。看来还是赵教授的算法更加成熟，只是多了一个变量，江凡的成功率就下降到了60%以下。好了，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不要再拖延时间了。韦院士，空间站可等不起啊！那就通知指挥所采用赵天赐的。等等，再等10秒。江凡，我们没时间再等了。况且你这个成功率，我们是不可能采用的，连60%都不到，别浪费时间了。再给你这个穷小子100秒也改变不了什么，垃圾就是垃圾。你这个败笔就应该向全国人民谢罪。江凡，空间站就要坠毁了，那是多少条人命？多耽误1秒钟就多一分风险。你想成为大侠的罪人吗？我的答案还没有算完。3、2、1。江帆的结果真的变了。啊！这怎么可能？空间站有一个数据在不断变化，我的算法要根据这种变化不断学习，才能得到最终结果。没错，空间站的质量是一直在不停的变化的。还在变，就是。哦，99%，小凡真棒99%，我就知道江凡这小子他一定行。99.99%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无解的3题问题啊！这解出来了，他可是个初中生啊！哈哈哈！居然是能够进化学习的混沌算法，此算法必将改变世界。有了它，我们的空间站、航天系、导弹轨道技术定会取得巨大突破。
好啊，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。走，我们去演播厅见见这位英雄少年。好，穷小子，居然能搞出可以进化学习的混沌算法！不行，这个算法我必须弄到手。可以连线指挥所了，用江帆的算法进行轨道修正。等等，我认为这个数据存在问题。江帆之前的解答我仔细的看过了，思路清晰，结果也准确无误。你说这数据有问题，有什么依据？大家都知道，三体问题无解，99.99%，这个结果可能吗？而且我院士，你可还记得4年前在全球算法大会上，第1名也弄出了99.99%的结果，后来却被组委会查实是利用漏洞作弊，而这个作弊的人正是江帆的数学老师汪吉润。丢人现眼，把我的老脸都丢尽了，竟然在国际大赛上作弊！老师，我没有啊！大赛组委会还会说谎吗？99.99%的结果，你自己说，可能吗？那场比赛，我的算法绝对没有问题，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捣鬼。江帆，要怪就怪你找了个垃圾老师。当年我能让全球算法大会的组委会修改汪景润的成绩，如今照样能让你永无翻身之日。说起这个弟子啊，真的是让我痛心疾首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为了利益竟然不择手段，不仅在国际大赛上作假，甚至妄图将我的研究成果占为己有。这样的无耻之徒能教出什么好学生？不准你侮辱汪老师，他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。如果没有汪老师，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娃，一辈子只能困在大山里。是他引领我见识到了更广阔的数学宇宙。如果没有汪老师，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娃。江爷爷，江帆不能辍学呀，他有极高的数学天赋，日后必定会名震天下的。小范，你赶紧跟老师回去上学去，也不能拖累你。我不去上学，我要留下来照顾你。我只有爷爷您一个亲人了。江帆，爷爷，我会和你一起照顾的。但是你得和我回学校，你只有好好学习，等以后有出息了，才能更好的孝顺爷爷。2年，不，1年时间，我会把我知道的全都教给你。这是已知的 OY 和 OX 的差，对吧？哦，那把它带入进来，你看啊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，我绝对不会允许你们诋毁他。如果他没有作弊，那为什么他灰溜溜的、心虚的跑到那个穷山僻壤的山沟里去当老师呢？我真是没想到，他竟然还是贼心不死，利用你来争夺名利。江帆，你这个结果跟汪景润那个败类在全球算法大会上的结果如出一辙。我完全理由相信你用的就是汪景润用来作弊的那套算法。我要是我请求公开江帆的算法，接受我们调查。对。公开算法，让我和韦院士好好的验证一番。不行，绝对不能公开！不行，绝对不能公开！这赵文渊到底是怎么想的？竟然还妄图公开江帆的算法？他难道忘了他自己的算法就是因为泄密被国外破解，导致我们这2年在各种项目上处处被掣肘？赵文渊、赵天赐在这个机构演着，竟然还不以大局为重。韦院士在现场，为什么不制止他们胡闹？韦院士到底还是年轻，论手段根本不是赵文渊这样学识泰斗的对手。快，我们得快点赶到演播厅。汪老师不是你们说的那样，况且我也没有作弊，这个算法是我自己独立设计的。真是天大的笑话！我父亲潜心钻研这个领域多年，才设计出全球顶级的算法。我钻研这个算法4年，才把成功率提到接近90%。就凭你这个初中都没读完的半吊子水平，能设计出混沌算法？如果你研究4年，也就这个水平，我的算法就算公开了，你也看不懂。你大言不惭，分明就是不敢公开你的算法。
数学诺贝尔奖戴维森教授表示，混沌算法需要全球专家验证，希望大家公开江帆的算法。我们是清北大学数学系的学生，我们同意赵教授的说法，公开验证江帆的算法。现在全国都在盯着江帆的新算法，赵文渊的这些秃子犊子竟然还在这瞎搅和！育才先育德，赵文渊在师德这一块差得太远了。这也是他为什么一直当不上院士的根本原因。加快速度，我们绝不能让江帆的算法公之于众。赵教授，新算法意义非凡，此事体大，当前阶段不宜公开。不公开，不公开怎么验证他不是在作弊？当年他的老师就是在国际算法大赛上让我们整个大夏的人丢尽了脸。空间站是我们的国之重器，不容一点损失。万一江帆他效仿他的老师，故技重施，造成的后果就不堪设想。赵教授，算法同样是国之重器，当年你的算法不就是不慎泄露，被国外破解？若是公开江帆的算法，若间谍在故技重施，又该如何？你，我可以证明他设计不出混沌算法。主持人，麻烦先换到我的评论。你说我看不懂你的算法，那我就来考考你，能说出这个运动轨道是用谁的算法解的吗？就凭你这个初中生，肯定没看过专业的期刊杂志。不知道。那这个呢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家凡，你连三体运动轨道图都不知道，还敢妄称自己精通混沌算法？简直是荒唐！魏院士，这就是你力保的天才？我看他呀，就是不学无术、不知天高地厚的农村穷小子。江帆，这些可都是经过反复论证的三体轨道。我清楚这些轨道，但我说出他们用啥算法算出来又如何呢？你还在嘴硬，这可是复杂的限制性三体问题，没有专门的混沌算法，根本算不出来。难道你还敢说这些轨道是你算出来的？这些轨道我确实都算出来过。你可真是太可笑了！这些轨道涉及复杂的混沌算法，你连用的哪种算法都不清楚，还敢说自己能算出来？我用笔就能算。笔算？这初中生到底阅历浅，这么轻易就露馅了？哈哈，真是年少轻狂啊！还拿笔算三体轨道，他真把他自己当成天才了。王老师，他们咋就不信小帆？小帆确实没有作弊啊。江爷爷不用担心，就这种问题，江帆几年前就能给出1万多件解法。狂妄，简直一派胡言！你这个大下摆了！我刚才展示的轨道用了3个截然不同的算法，而我父亲的算法现在能算出1000多种限制性三体问题。你这个大言不惭的说你用笔就能算出来，你可知道限制性三体问题有多复杂、多深奥吗？我知道，所以用笔算得太慢了，汪老师才教我如何设计算法。我的算法就算公开了，你也看不懂，你还是会质疑我，还是会污蔑我的老师。韦院士，如果我的算法算出来的轨道比他多，是不是证明我的算法更好？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办法。简直狂妄！我的算法可是能解出1694种轨道，排名世界第一。才1000多种，我不会这些花里胡哨的动画，要不你教教我？你。这里输入你的算法。怎么可能？我竟然真的看不懂他的算法。好了，就这几条轨道，我的论文都发表过。
还说你不是作弊？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统计这个算法跑出来的轨道数，接下来同步到大屏幕上。怎么可能？我竟然真的看不懂他的算法。这穷小子怎么会这么快？这姜凡的算法计算速度让人有点难以置信啊！已经528种，这马上要跟赵教授的算法打平了呀！5602种，还在继续。这个算法的速度越来越快。观众朋友们，姜凡的算法已经彻底超越了世界上任何一种现存的算法。接下来，计算结果仍在不断增加。不可能，混沌算法怎么可能这么快？通常当参数增加的时候，速度应该越来越慢才对，而他的算法却反其道而行之，越来越快了。那是你的算法，不是我的。指数级增长，这个穷小子的算法竟然可以激活到指数级增长的程度。如果不交出此算法，我们将对大夏进行全方面打压。姜凡，你的算法存在严重的 bug， 竟然会系统出错。全球算法大会组委会向我国发难，认为姜凡刚才跑错结果就是哗众取宠，侮辱了整个学术界，要求姜凡公开算法，并且彻查他作弊的行为。王院士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这群鲨鱼向来都是闻到血腥味蜂拥而出。如果这个算法有问题，他们早就默不作声了。越是这样，越是证明姜凡的算法出类拔萃。我去演播大厅，你去后台控制直播画面，关键的东西绝不能让外国人看到。好，裴院长，他的算法有严重的 bug， 这足以说明他的算法存在极大的问题。空间站还敢用他的算法吗？可是他计算的结果已经远远超越了现有的所有算法。那又怎样？他经过验证了吗？他能保证都正确吗？更况且，这系统都跑崩溃了，把这种算法用到空间站上，如果系统瘫痪，谁能承担这样的后果？这会儿，全球的科学家都在看着我们的笑话呢。他就跟他那个老师一样，把我们大夏的脸都丢尽了。像他这种败类，就应该让他滚回他那个山区去。那不是我的算法有问题，是这台电脑的性能太差。可笑！你是在说全球的科学家都是傻子吗？是不是傻子我不知道，我看赵文渊就是一个十足的傻子。观众朋友们，关于姜凡的算法，几位教授仍需要进一步讨论。接下来，我们把直播画面切回到空间站指挥所，了解一下最新情况。怎么切指挥所画面了？这是不想让咱们知道后续情况啊！哎，姜凡闹这么大的事儿啊，在全球面前丢尽，搞不好这会儿啊，在演播厅都被抓走了。也是啊，废。王老师，怎么回事啊？小凡不会出事吧？不会有事的。姜凡的算法应该没有问题。王院士，您怎么也过来了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在这里搞这些花里胡哨、毫无意义的争论？王院士，我们这也是为了空间站的安全负责，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。姜凡他的算法如此不稳定，如果用到了空间站上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，他谁能承担呢？赵文渊说的倒是冠冕堂皇。我让停了转播，是给你留了面子。你是混沌算法的领军人物，姜凡的算法好不好，你能看不出来吗？
这个崩溃是怎么形成的？你难道心里没数吗？哎呀，对了，计算轨道需要用超级计算机，我一紧张把这事情给忘记了。这个系统蓝屏根本不是因为江帆的算法不稳定，而是因为算力严重跟不上。这个电脑性能确实太差了，不过比汪老师的要好，在他的电脑上算到2万多这蓝屏了。这又怎么样？算得多就一定正确吗？我的混沌算法发布了数十篇论文，经过全球各大研究院的验证，全都正确。他敢公开吗？赵委员，大夏数学研究院会对这些结果进行验证，但江帆的算法绝对不能公开。我还是坚持反对江帆的这个算法，新的算法风险实在是太大。但我的算法比赵天赐的高，光讲成功率不讲稳定性啊！你这些结果都是模拟出来的，经历过哪些实战？全球很多重大的项目都用过我的算法，而你一个初出茅庐从大山走出来的小子，拿什么跟我比？指挥所刚刚传来最新消息，空间站将在3分钟后跌落第一宇宙速度。必须尽快脱离三体系统，一旦跌落第一宇宙速度，空间站将会加速坠落。江帆，看看你浪费了多少宝贵时间！这空间站马上都要跌落第一宇宙速度了，还不马上调整轨道？这怎么搞的？这到底都怪这江帆，非要证明自己设计的新算法。一旦跌落第一宇宙速度，燃料将不足以支撑空间站调整轨道，必须立刻调整轨道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讨论什么算法？赶紧给我连接演播厅。王院士，情况万分紧急，必须立刻确定轨道算法。江帆，你的算法在设计限制性三体的问题上展示出了巨大的优势，但是空间站脱离陨石引力场仅仅是第一步。我现在跟你确认，如果我们脱离了引力场，能否继续依靠这个算法成功脱离尘埃云？那个情况更为复杂，对混沌的算法要求更高。空间站虽有太空碎片防护系统，能处理20厘米以内的太空碎片，但保守估计，在这片尘埃云中，超过20厘米的陨石碎片将超过1万块以上。1万多个参数，没有问题。好，采用江帆的算法，立即进行轨道修正。各位观众，空间站开始轨道修正，正在脱离陨石引力场。终于开始了，这也没说用的谁的算法呀？哎，这还用问吗？这演播厅一直没有切镜头，用的肯定是赵教授的算法呀！快看，动了，开始动了！是用的江帆算法吗？一定要成功吗？2号推进器启动，动力输出10%，角度修正0.27度，引力场发生变化，加速度提升5%，陨石的相对速度发生了变化，2号陨石的相对速度提升了。空间站运动会导致引力场发生巨大变化，2个陨石的轨道也会受到相应的改变。无论是碰撞空间站，还是2个陨石发生了2次碰撞，这次任务都将宣告失败。什么？各位观众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空间站目前所在的轨道与计算的轨道完全吻合。还有30秒，空间站将可以成功脱离陨石引力场。快看动画上面，这陨石怎么在不断靠近空间站啊？陈教授说引力场会发生变化，这该不会真的要撞上了吧？陨石和空间站正完美按照计划轨道运行，空间站已成功脱离陨石引力场，2个陨石均已被它们的引力量捕获，努力形成稳定的双星系统。空间站救援第一步圆满成功，空间站脱离三体系统，进入尘埃云，成功！耶！成功了！指挥所传来最新消息，空间站完美脱离三体系统。好。耶！太好，太好！耶！太棒！成了！本次最大的功臣就是这位17岁的少年江帆，他创造新算法，完美的解决了第一步。这也只是完成了第一步，后面要脱离尘埃云才是更为麻烦的，那不比那2个陨石那么简单。的确，尘埃云里密布着数不清的陨石碎片，空间站就像是在一个巨大
且不断变化的迷宫里艰难地寻找出路。这对于混沌算法的效率来说，无疑是一场极为严峻的考验。继续同步数据，开始计算脱离尘埃云的轨道。江帆，开始吧。等等，我也要求同步数据，和江帆一起计算脱离轨道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要比？王院士，这不是比赛，这可是双重保险。王院士，双重保险或许更能稳妥一些。行，我就让你们心服口服。好，年轻人就该有这种无所畏惧的精神。指挥所，同步数据到这两个小伙子的电脑上，并把他们的结果接入昆仑超级计算机，别再搞出蓝屏这种低级错误了。好了，我也算了。动态迷宫，这比的就是走出迷宫的速度。江帆，你不是说你的算法无所不能吗？那就让我们看看你要花多久的时间能生成轨道。各位观众，接下来昆仑超级计算机将根据二位提交的结果，运用 AI 大模型生成一条脱离尘埃云的轨道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如果只有1万种参数，按照我的算法，最多2分钟就可以完成。我就说他的算法有问题。怎么回事？江帆的算法无法生成轨道？不应该呀！这个算法在解限制性3题问题上已经呈现了超越时代的出色结果。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啊！你还在狡辩？这可是昆仑超级计算机生成的结果，以它的强大算力，绝对不会出现蓝屏的情况。难不成你还能比超级计算机更强？从这个结果来看，刚才脱离3体系统不过就是侥幸罢了。你先前的结果就是错的。我今天就让你看看真正优秀的算法是什么样子的。主持人，生成我的轨道。不是我的算法有问题，是这个生成轨道的 AI 大模型有问题。老师，我用你的算法算动态迷宫问题，可我怎么都得不到正确答案。那是因为我的算法本来就有缺陷。我的这个算法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有效处理复杂的动态迷宫问题。用米国的一个 AI 大模型，当动态参数超过1万的时候生成的轨道，不管面对怎样复杂的动态参数，得到的永远是一个千篇一律的结果。穷小子，我看你真是输不起啊！竟然敢质疑超级计算机的结果！你的结果不光是错的，你还是一个可耻的小偷！你偷了我老师的算法，简直是胡说八道！江帆，你还真是会反咬一口，明明就是你的算法有问题。王院士，你不能再相信他了。这小子的算法根本生成不了脱离轨道，你要马上让指挥所用我的算法轨道进行脱离。王院士，你来做酒店吗？时间紧迫，立刻马上让空间站脱离尘埃云轨道。通知指挥所。不行，他的轨道是错的，会导致空间站出重大事故的。赵文渊，你简直是不择手段！为了你的名声，竟然不顾空间站的死活。江帆，你的算法的确完美的解决了第一步，但是
第二步，结果就在这摆着，我们必须做出一个选择，这就是科学，事实就是事实。江帆，你的算法既然还不完美，那就花点时间去研究。以你的天赋，这个算法一定会做到更出色。年轻人，你还是要好好学习。我这个人爱才，可以不计前嫌，事后我可以收你为弟子。王院士，我能证明赵天赐的轨道是错误的。你还在胡搅蛮缠！我霸道大人不计小人过的，你居然还不死心！你的算法在超过1万个动态参数之后，会形成一个固定的轨道，对吗？胡说！他怎么知道？你的算法在超过1万个动态参数之后，会形成一个固定的轨道，对吗？他怎么知道？竟然会产生这么严重的 bug， 修改参数，重新生成一条轨道。在混沌的世界里，一个极其微小的变化都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。动态迷宫般的环境，绝不可能产生一模一样的轨道。没错，这条轨道和之前的那条一模一样。这条轨道显然是错误的。要是真按照这条轨道让空间站脱离尘埃云空间站，岂不是要迷失在这茫茫的尘埃中？老委员，明明清楚这个严重的 bug， 竟然还妄图瞒天过海！不是，这个 bug 只有超过1万的参数，它才能够产生。这对于空间站，它仅仅是一个有可能产生的危险。相反的算法，连轨道都无法制成，难道就让空间站坐以待毙吗？谁说我的算法办不出轨道？拿白板来！装神弄鬼，竟然想用笔来算出轨道，真当你的大脑比超级计算机还厉害！笔算开方，同手等分圆。我早就说过了，以你们的天赋，看不懂我的算法。这是极限环，还有奇异新因子，这些用超级计算机都要计算1个小时的结果。真是天才呀！这么复杂的计算，他居然真的靠笔算完成。各位观众，江凡再次向我们展示了他的神奇之处。他现在正在通过笔算来计算空间站脱出的轨道。按我的算法，只要2分钟就能走完。你信口开河，2分钟？你把这些庄家都当做傻子吗？1万个参数的动态迷宫，全世界没有一个方法能在10分钟内算出。以前没有，现在答案就在这里。他就是在拖延时间。这么复杂的轨道，没有 AI 大模型的辅助，超级计算机都需要1个小时才能完成验证。空间站哪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等？王院士，你可别被他骗了。他随便写个轨道，写几个公式，就想证明他能算出轨道。这若是拖到空间站掉下来，那我们就成千古罪人了。是啊，时间不等人，江帆这明显就是拖延时间啊！你看，江帆在白板上写的字像鬼画符一样，哪像是学过数学的人？确实不错。江帆，那为什么你的解答会在 AI 演算中出错？王老师教过我，这个算法在米国的大模型下会出现问题，这个大模型本身也存在问题。一派胡言，这可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AI 大模型，你是要质疑全球的人工智能研究者吗？这天高地厚，黄口小儿吹嘘自己的算法不说，你竟然连世界顶级的 AI 大模型都不放在眼里。对的就是对的，错的就是错的。米国在 AI 大模型这个领域遥遥领先，无数的企业机构都在用这个 AI 大模型。你一个初中生，连 AI 是什么都不知道，还敢说他们是错的？王院士，不能让江帆这个小子再大放厥词了。他在全球的面前说这么不负责任的话，会让我们大夏成为全球科学界的笑话。你才是真正的笑话，偷我老师的研究，舔外国人的臭脚，无视真理的存在。我越来越离谱了哈，还质疑起全球最好的 AI 大模型来了。哎，快看快看，江帆这下闯下大祸了！快看这个新闻，江帆在直播中不负责的言论，对我们的声誉造成了巨大的影响。我们要求江帆赔偿，要求大夏严惩江帆。在未能得到解决之前，我们会禁止大夏调用我们的 AI 大模型。完了！米国的大模型不让用啊，那我论文怎么办？江帆这个扫把星，把我们害得很惨呀！真是。各位专家，导播刚刚暂停了演播厅的直播，因为江帆声称米国的 AI 大模型存在问题，受到了米国单方面的严重谴责。
对方声称江凡的言论引起了股市的剧烈恐慌，要求江凡赔偿他们的巨额损失，并且还禁止了大夏运用他们的 AI 大模型。我们还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吗？落井下石，真是无耻！动武的就封锁技术，米国太霸道了。这不是他们一贯的嘴脸吗？那个 AI 大模型分明就是有问题，却还不敢承认。赵教授，你捧的臭脚跟你一样，都是一样蜡枪头，中看不中用。你也就是逞口实之力，臭小子，这次你可是闯下大祸。江凡，你拖延空间站救援，还妄言引发国际矛盾，你罪该万死！怎么回事？怎么不播小凡了？嘿，赵总，什么？你要取消对我们中学的捐赠？这为什么呢？你们村这个江凡，可是把全国都害惨了。现在因为国外封锁 AI 技术，我们公司损失了10几个亿。哎呀，王老师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这赵总说的黑黑，这跟江凡有什么关系呀？Hello， 各位老铁，江凡在直播上大放厥词，说我们大夏又受到了米国的制裁。现在我们来到了江凡的家里，让我们一起打假骗子江凡，打假骗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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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江凡说的没有错，那个大模型它就是有问题。这个人就指导江凡的骗子，学术败类，汪景润。哎，这不是，不是，打他，走开！别动手！骗子！不是，别胡闹！出去！别动手！不能胡来啊！不能胡来！一群土包，今天就让你们整个村子都被全国唾弃。米国禁用 AI 大模型调用，对我国多个行业造成重大影响，直接经济损失已达1000亿。受 AI 大模型禁用影响，科技股严重受挫，大盘指数暴跌2个点。这个怎么办？空间站的轨道还没解决，现在大模型又不能用了，全都怪江凡，他不肯承认自己的算法。现在好了，让米国人抓到我们的把柄，进行制裁。院士，不能再让江凡在这儿胡闹了。现在立刻马上让他给米国道歉，接受专家组的调查。该向大夏人民道歉的不是我，是你们。事实俱在，你还在死鸭子嘴！别以为你碰巧解决了桑体问题就能嚣张，你和你这个废物老师一样，都是败类，是骗子。我老师不是败类，也不是骗子。我警告你们，不准再侮辱我的老师。王院士，这个臭小子也太纵容了吧！他为了逃避自己算法的问题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 AI 大模型上。难道我们还要对他提质认知吗？王所长，上线昆仑大模型，超算中心会更换大模型，重新验算江凡的结果。昆仑大模型，国产大模型来验算，那到什么时候啊？江凡说的没错，果然是米国那个 AI 大模型的缘故。我想结果显而易见了。赵文渊，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吗？王院士竟然还藏了一手，全完了。谁知道江凡的轨道是不是假的？不学无术！你这博士是怎么念出来的？那黑板上的计算过程你看不懂吗？通知指挥所用新轨道脱离尘埃云，启动霍尔推进器，开始脱离尘埃云。快看直播，空间站开始脱离尘埃云了。不对呀，江凡的算法不是没有计算出轨道，赵天赐也证明是说错了嘛。骗子！不是别胡闹，出去！你们别动手，不能胡来！各位观众，最新消息，指挥所开始执行空间站脱离尘埃云的计划。肯定是江凡的结果被验证过了，只有他的算法才能做到完美的脱离。这个轨迹线好像是江凡之前设计的那个。怎么可能？看起来像而已，他那是随手而画的，并没有经过验证。指挥所会拿他的涂鸦来冒险？也是，都切直播了，肯定是江凡又惹大祸了。说不定现在早就被抓起来了。空间站速度正常，推进器正常，气压正常，碎片防护系统正常。空间站脱离了尘埃云。王老师，你看见了吗？
我解决了迷宫问题，我证明了我的算法，我一定会让这2个学术界的败类付出代价。空间站脱离尘埃云，牛逼！又成功了！成功了！太棒了！太棒了！不知道你们在兴奋些什么？这肯定跟江凡没有关系。自从他污蔑米国的 AI 大模型开始，他就已经是罪人了。江凡，多亏你发现了 AI 大模型的问题。一直以来，我们国产大模型总是落后于人，不得不依赖国外技术。每一次提出关键技术国产化，总会有人跳出来说三道四，说我们重复造轮子。是呀，混沌算法这个领域，我们明明占了先机，却因为种种的原因错失良机。多亏了江凡，我们再次拥有了世界顶级的混沌算法。好马配好鞍，是时候亮剑了。主持人，切到演播厅画面，我要向全国人民宣布这一振奋人心的好消息。亲爱的观众同胞们，就在刚刚，我们的空间站成功的脱离了尘埃云，江凡的算法再一次验证了他的卓越性。江凡是我孙子，他拯救了空间站呢！好，你们都看到了，江凡他不是骗子，他是大英雄。你们这群牛鬼蛇神，都给我滚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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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出去！江凡的算法再一次验证了他的卓越性。王院士说是江凡的算法完成的轨道，怎么可能啊？米国的大模型不是不能使用了吗？难不成用的真是江凡比测的轨道？我就说嘛，江凡的算法一定没有问题。王老师啊，谢谢您呐！要是没有您，就没有小凡的今天呢。啊！该死的，又让他得逞了。刚才看到的那些内容，我记不住，没办法拿到他的算法，怎么办？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走，去演播厅把害虫给我揪出来。同时，我们通过这次空间站事件，成功的验证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大模型昆仑。即日起，我们面向全行业免费开放昆仑大模型。我们的大模型居然这么厉害了！大夏数学研究院重磅发布国产 AI 大模型昆仑，各项关键参数排名世界第一，性能超越米国大 AI 30%。华夏发布全球最强 AI 大模型，科技股受死利好消息全面上扬。经多方验证，米国 AI 大模型存在严重漏洞，用户联名向其发起诉讼。赵总，本村这江凡好样的！我决定追加投资，建一所学校，再建一所工厂。谢谢赵总，谢谢赵总。杨老哥，你们家江帆那是我们全村人的骄傲啊！对呀，对呀。不可能，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算法？不管是三体运动还是迷宫问题，都能完美的解决。这不是王景润能做出来的，难道真的是这个江帆自己研究出来的？最难的2步都已经顺利解决了，空间站基本上可以说救援成功了。江帆，多亏了你呀，好样的！王院士，现在足以证明是赵教授剽窃我老师的研究成果，还请还我老师汪景润一个公道。血口喷人！那个算法是我多年苦心研究出来的。我也可以证明，这是我爸研究了10几年的成果。汪景润在算法大会上做了标点后，自己偷这个算法，他才是那个无耻的小偷。如果不是你们偷的，这个算法的 bug 我怎么可能知道？如果不是你们心虚，为什么要苦心煽动网友恶意重伤我？如果不是你们陷害我老师，怎么可能被学术界除名，从此默默无闻去乡村支教？赵文渊，剽窃的事情我们会深入调查。你先解释一下，你刚刚给超传研究中心发的那条信息是怎么回事吧？石头君，结果出来了。 10几分钟前，
赵文渊给超测研究中心的一个工作人员发了一条消息，让他用米国的大模型进行演算。我那是担心国内的大模型它计算速度慢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我才换了米国的大模型。我们的超算中心存有无数个机密数字，你竟敢私自让人使用米国大模型？半个小时前，国外给你发了条短信的内容，你现在给我们大家念念。什么信息？赵文渊，别再演戏了！经过我们缜密调查，你勾结境外势力，出卖国家机密，现在证据确凿。现在请你配合我们深入调查。妈，来了，爸。江帆，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，还你老师汪景润一个公道。爸，你们放开他！爸，江帆，这都是你害的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我赵天赐将方身败名裂，执行空间站变轨计划。空间站燃料不足以进入426千米高度近地轨道，进入412千米高度近地轨道。是。师兄，如果你不这样做，等我爸的调查结果出来，我们全都得完蛋。不对，这个轨道不对。发生什么事？王院士，变轨失败，空间站没能进入412近地轨道，被地球引力捕获，10分钟后将坠入大气层。刚不还好好的吗？怎么就突然的失败了？快看，这个帖子的分析，江帆的算法并不成熟，在前2步消耗了大量的燃料，导致燃料不足，无法变轨。江帆，这次我看你怎么办？空间站为情罪。去稽查。是要失败了吗？空间站真的要坠轨了？这么大的空间站掉下来会砸到哪里啊？如果真按这条帖子所说，那江帆可真成千古罪人了。相信一个初中生的算法，这才是最真正的冒险。大夏空间站即将坠落，为确保米国国家安全，一旦空间站进入大气层，米国将动用导弹击毁空间站。怎么会这样？王老师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小凡不是已经整这了空间站吗？怎么还会掉下来呢？王院士，怎么办？米国说，空间站一旦落入大气层，他们就会动用导弹的。怎么回事？空间站里还有3名宇航员呢。米国说，空间站会落入他们国家，危害他们国家安全的。借口都是借口，他们就想故意破坏我们的空间站。可是现在空间站已经被地球引力捕获，我10分钟就要坠入大气层了。唉，无力回天了。周队军，无论如何不能向美国发射导弹，我们还可以弹出救援舱，确保我们的宇航员有一线生机。这个呀，就是钱学森弹道，可以实现高超音速滑行，也就是俗称的大气层打水漂。10个音速啊，一定要这么高速度吗？有高速肯定就有低速，我也设想过，但是计算量太大太复杂，我实现不了。空间站还有救！空间站还有救！我可以让空间站在大气层上打个水漂。你说的是钱学森弹道和桑德尔弹道吧？这种在大气上打水漂的技术，我们早就有所掌握。可现在是空间站，不是导弹。江帆，你的算法已经帮了很大的忙，
但是空间站救援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变数和未知的事情，这不贵。王院士，我真的可以让空间站在大气层上打水漂。可是现在空间站已经被地球引力捕获，速度已经降到10倍音速以下，也没有足够的燃料提速，怎么可能在大气层上打水漂啊？就是啊，汪老师曾经跟我讲过这个原理，他也给我提出过他的构想。但我在河边打水漂的时候，靠的可不仅仅是石头的速度。对呀，还有角速度。打水漂不仅仅是依靠加速度，燃料不足以提速，但是调整空间站角度的霍尔推进器不需要太多的燃料。可是这种低速弹道我们还未曾掌握啊。我可以算出来。江帆，这事儿你可得考虑清楚啊！现在外界对你的攻击和质疑，那只是隔靴搔痒。你的算法已经证明了其先进性，但设计新弹道，万一要是失败，那可是直接责任。我和韦院士也很难保得住你啊！我有信心，他们不是说我是农村娃，做不出来，做出来都是假的吗？那我就用事实狠狠打他们脸。没有我们的工程师，你们一辈子都别想研究出来超高音速导弹。哎，这沙国撤走了工程师，又带走了所有的资料和设备，超高音速导弹的研究就要停摆了。王研究员，这可怎么办？他们不是说我们做不出来吗？那我们就拼了命把它做出来，用事实去打他们的脸。前头工程师，江帆有一个大胆的设想，通过在大气层上打水漂，让空间站重新进入近地轨道。低速弹道，我们掌握这个技术了吗？还没有，但是相信江帆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立即同步数据到演播厅，开放最高权限，由江帆进行计算。王院士，会不会太冒险了点？我相信他，江帆，看你的了。王院士，有一个参数有问题，这里多打了一个5，如果不是这个错误，变轨是不会失败的。这竟然是人为的！周督军，在这个节骨眼上出这种事儿，我绝不认为是无意的。彻查！王院士，放心，我一定把这个害头给你揪出来。主持人，切到演播厅画面，我要跟全国的观众聊两句。亲爱的观众同胞们，我们对空间站的救援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止过。快看，那不是小帆吗？他还在现场。亲爱的观众同胞们，我们对空间站的救援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止过。做做样子吧，拿什么救？怎么演播厅里只有江帆了？他还在那里干什么？估计是闯了大祸，王院士让他给全国人民道歉吧。那很多人都在质疑我们在空间站救援上的决策，认为我们过于激进地相信了江帆的算法，导致如今的结果。事实上，如果没有江帆的算，我们的空间站早已被引力场撕碎，或者迷失在尘埃云中。赵文渊的算法存在着巨大的漏洞。原来江帆说的都是真的，赵教授的算法真的有问题。院士都这么说了，肯定是真的。不仅如此，经过我们深入调查，他的算法实则是剽窃的成果。这个算法的真正发明人是江帆的老师汪景润。4年前的全球算法大会，更是针对汪景润精心策划的阴谋。我们会向全球算法大会组委会提出严厉的谴责。王老师，你看他电视上在说你呢。学术界出了赵文渊这个重锤，让我们错失了汪景润这样一位杰出的数学天才。可是他为我们大夏却发掘了另一位数学天才。
这个孩子虽然出身贫寒，却不坠青云之志，面对质疑毫不畏惧，一往无前，身陷绝境仍沉着冷静，逆风而行。这个孩子才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希望。王院士说的对，我们好像对江凡一直都有偏见。是啊，人云亦云，我们也难免被人带节奏。都怪赵文渊这个混蛋，这样的人才是祸害。现在，江凡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，他在设计一条全新的轨道，让空间站实现变轨。这是一个无法估量成功率的艰巨任务，但不管成功与否，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江凡的努力。他当为国事。国际空间站正在412千米近地轨道执行任务。根据国际太空联盟规则，禁止任何太空飞行器进入此轨道。应该可以成功。使用这套算法，空间站将会大幅提高角速度，然后在大气层上打水漂，顺利进入412千米高度轨道。好，立即执行此方案。王院士，国际太空联盟刚刚发文，声称国际空间站在412轨道运行，禁止我们进入412轨道，并要求我们解决原轨道上的陨石及尘埃云。欺人太甚！陈教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为了防止太空的卫星相撞，国际太空联盟一直对地外飞行器的轨道进行统一管理。但是现在我们的空间站遭遇巨大危机，他们竟然封锁唯一能够让空间站躲避危险的412轨道，还要我们处理掉原轨道的陨石和尘埃云。他们美国每年在太空上制造那么多的太空垃圾，他们怎么不去解决？这不是国外的一贯作风吗？我们被针对、被打压了这么多年，可是有些人还是盲目的觉得国外的月亮就是圆的。太可恶了！好不容易看到一丝希望的，打不过就玩阴的。我们不理他们，强行变轨不行吗？是啊，不理会他们，强行变轨。等等，按照国际太空联盟的规则，如果我们强行进入412轨道，那么太空联盟的各国都可以借口防止空间站的碰撞，向我们开火。王院士，如果空间站能再降低质量，我可以让它回到原轨道，并解决陨石问题。降低质量？空间站的燃料已经不多了，不能再降了。如果甩掉实验舱呢？如果甩掉实验舱呢？甩掉试验舱，那是价值几百亿的设备，无法估算价值的试验材料啊！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空间站都保不住了，还在乎一个小小的实验舱吗？可是王教授，江帆可是在赌啊，他能够保证我们的轨道向更高一层的轨道并轨吗？我可不是在赌，我有100%的把握。江帆，放开去做，天塌下来由我们顶着。我顶着。通知指挥所，授予江帆空间站控制最高权限，临时总指挥。开启空间站自转，角速度15度每秒。这么大角速度，宇航员会受不了的。我们的宇航员都是身经百战的钢铁战士，可以扛得住。但是江帆，时间只有1分钟，如果超过1分钟，这样高的角速度将会对宇航员的身体带来不可逆的严重伤害。小帆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江帆，加油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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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可以的！加油！江帆，加油！加油！江帆，你行了！加油！调整俯仰角度，增加0.23度，增加推力，提升15.2%加速度。15秒后进入大气层。15、14、13、12。3秒倒计时，解除试验舱。6、5、4。实验舱脱离，空间站下速度提升5%。3秒钟倒计时。实验舱和双星陨石发生激烈碰撞，
双星陨石携带尘埃云偏离原轨道，空间站10秒后进入原轨道，减速7%，角速度降至0%。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空间站帆贝完成入轨，轨道高度44千米，飞行速度7.93公里每秒。建站救援成功！成功了！大夏利用算法将陨石和尘埃云推到了国际空间站的轨道上，这一事件严重威胁到了你国国家安全。汪老师，我成功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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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好了！你成功了！你做到了！江帆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小伙子，你真棒！这不是我的功劳，这是我老师的。如果没有我的老师，我不会站在这里，更不会想到使用低速弹道。王院长，我想把这个弹道命名为汪景润弹道，这是属于我老师的荣耀啊！好，该死的，江帆跟我去了米国，一定要你好看。怎么开着的？快点坐！实现危害国家安全，跟我们走一趟。不是我干的，没有，我没有，冤枉，不是我干的。江帆，多亏了你发现变轨的问题，我们才能顺藤摸瓜找到幕后指使人，就是赵天赐。他已经准备逃往米国，已经被我们抓获了。赵文彦、赵天赐这两个该死的卖国贼！哼，要不是他们，哪会折腾这么久？我很谢谢你们替我老师找回了公道。大夏学术院这些学阀和蛀虫是该好好清理一下了。江帆，我郑重地向你和你的老师发出邀请，加入我们大夏数学研究院。你的征程应该是星辰大海。文化班，骄傲的少年，年轻的心里面，是坚定的信念。燃烧吧，骄傲的热血，胜利的歌我要再唱一遍。如今我整装待发，充满正能量，学会坚强的面对生命的真相。成功和失败不是用结果去衡量，挫折和磨难只会让我变得更强。经受过屈辱和嘲笑，那又怎样？